大家好，我最近开通了油管频道文房二宝，有点儿文房四宝的谐音。在这里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儿童如何无压力、轻松实现学前中文自主阅读。我想讲的这个方法呢，经济有效，而且即使是国外出生长大的孩子，并且父母只有一方的母语为中文，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就能带孩子学会流利中文。混血娃也可以做到完全没有洋腔洋调，没有外国口音，并且实现学前中文自主阅读。下面呢，我想先分享一下以前偶尔录制的我家孩子们读书时的视频。妹妹呢，现在4岁5个月，以她能读的书来看，估测她识字量已经超过2000。带姐姐学中文时呢，走了一些弯路。这个呢，我以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以免大家也走我走过的一些弯路。但是6岁半的她现在识字量也已经超过2000了。小侦探内特听说安妮丢了钥匙，心里很难过，但又不能参加金雅的生日宴会，我又感到很开心。我说钥匙怎么丢的吧？好吧，安妮说。最后一次见到钥匙，我是准备为尖牙买吃的，为他做生日礼物的时候吃的。晚上的，安妮说。那魔王见到美猴王笑了起来。你那么矮小又没个兵器，我这么高大要用刀让别人笑话，我们都用船吧。美猴王说。好汉子，放马过来。说着两人拳打脚踢起来。魔王长手长脚，空子大；美猴王瘦小灵活，专门钻空子打要害，把魔王打得鼻青脸肿，仰面朝天后向后倒去。魔王吃了亏，一拥而上，把美猴王团围住。只见美猴王腾空而起，跳出窗外，小妖们撞到一起，互相厮打起来，乱作一团。魔王爬起来，拿着钢刀劈头砍向美猴王。美猴王侧身躲过，魔王接连又是一刀，却砍了个空。只听美猴王在他身后大笑，抓紧这次难得的机会，而他会照顾好孩子们。他女人超人激动地点了点头。这个家又大又美，孩子们十分欢喜。这时小飞发现了一个遥控器，他随意点了一下，天哪，地板自动打开了，接着巨大的瀑布落下。哈哈，这里真是超酷啊！小飞威格尔接下来的2个月都躺在医院里。在回家之后，他的父母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应对这种已经降临在他们生活中的灾难。
约翰威尔逊虽然失明了，但他却有了远见。他的细战的人生力证明，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决定我们的人生，而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决定了自己的人生。那大家看过上面的视频呢，可能会在想，我家的孩子们是不是长期在中国待过？其实完全不是。我家宝贝们呢，到目前为止只回过2次中国，而且共6周的时间。所以呢，他们的中文发音以及语言能力呢，口语能力，完全不是在国内积累的。我的姐姐学中文时的头3年呢，学习方法有些不确定，当时还买过一些4、5块读啊，学前快读600字这样的书，但是呢，我一直没有跟他们一起读过。那妹妹3岁半的时候呢，偶尔有次翻到了学前快读600字这套书，她自己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呢，翻开里边，比如说这套书，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很多妈妈们都知道，一共有4册。她当时呢翻起来第1册呢，比如说看到了这个课文，她觉得挺可爱的，于是呢，她就开始读了起来。第1天下午呢，她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这前面3册的所有的课文都读完了，通读完掉。第2天呢，他又读了第4册里面的课文，因为这个里面的课文都比较长，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文字呢也比较多，所以他在第2天的时候又花了1个小时左右吧，读完了。那4、5块读这套书呢，我个人不太喜欢，因为呢里面的语言文字比较简单。画面呢也没有太多的美感，所以呢我呢一直没有拿出来给孩子们看。但是我知道很多的中国家长都喜欢这套书，所以呢半年多前我想把它转让掉，当时呢就拿出来这套书拍照。妹妹呢正好顺手拿起了第8册那本故事集，也就是最高一个级别的一册书，直接把一本书里的故事从头到尾都读完了。那妹妹3岁时候呢，就喜欢自己读一些简单的中文书。到3岁半的时候呢，她就已经能读一些我从来没有给她读过的中文书。现在呢，她4岁5个月。像这样的小熊系列的书，这是桥梁书，大概60几页左右的桥梁书。他如果读出声来的话呢，半个小时从头读到尾就都读完了这个故事。总共有60几页。那像这样的可可奈系列的书呢，我家宝贝们也很喜欢读。我给他们读了前面的3、4个故事，他们呢都很感兴趣。那妹妹呢有时候就等不及了，想要知道后面故事有什么情节，于是她就自己拿出来读。那她呢有时候会高声朗读，有的时候呢是会默读的。默读这么一本书的话，因为这个大概有74、5页吧，这样的一套书呢，它读完需要半个小时到3刻钟。最后呢，我想说一下，为什么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第一呢，是因为周围的认识的一些朋友呢，常问到我是如何给我家孩子们做到这么好的中文启蒙教育的呢？我想在这里总结一下我的经验，然后分享给大家。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学习压力都太大了，我总想着帮孩子们减减压。也许呢，父母们也可以放松一下。也许我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轻松带娃成长。
所以呢，从下一期的视频开始呢，我将详细介绍我是如何带娃实现学前自主中文阅读的。也许正是因为我做到的一些细节，成就了孩子们的自主阅读的成功。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我，点赞或者在这里留下评论，也欢迎大家转发我的视频、我的频道文芳二宝，非常感谢。